家，我是 Wendy。我们住在这边大概2年多嘛，所以我有一些种植作物的经验，可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刚开始要学习种植植物啊，或是种菜的新手，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影片。首先呢，我觉得植物很重要的是日照。你要先看看你家的环境，不管是阳台还是整个后院，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到底一天24小时内，它可以拥有太阳直射的时间是多长呢？比较土法炼钢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观察，每天去做一个记录，大概这个时间点呢，有没有太阳直射啊？就是有没有阳光可以照到你想要种植的区块嘛？或者是呢，我这边知道有2个 App，Sunseeker 跟 Lumos， 你可以就是比较简单的透过科技的方式去知道你住的这个地方它的日照时间是怎么样。但是除了你这个区块的日照时间以外，你也要看一下你家比如说后院啊，就你要种植的这个地方，在一个围栏旁边，围栏是会遮挡到阳光，或是旁边有一个什么，就是任何的障碍物可能会遮挡到它的阳光，那就比较算偏阴雨的地方了。那植物有粗分为大概3类啦。第一类就是全日照，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喜欢阳光，它非常需要阳光。那种植这种植物呢，就需要一天大概要至少6到8个小时以上的光线。比如说呢，番茄、辣椒、黄瓜、玉米，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作物都属于这一类，大家都是很需要阳光的。那半日照类呢，就是你可以照3到5个小时的阳光就够了，像是莴苣啊、菠菜啊、香菜啊、红萝卜等等。这些植物呢，就是你可以放在一些稍微没有那么长日照时间的地方。再来就是比较怕太阳晒的植物，就是它喜欢在比较有阴影的地方遮阴的植物，它可以日照少于3个小时。说完了光照的部分，你已经记录下来 ，OK？ 你想要种植的地方的光照是怎么样？如果你光照就是不够呢？还有比较人工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打植物灯，或者是用一些反光板之类的，把光引到你想种植的地方。再来就是要选择你要种什么。首先，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区域。像我在美国嘛，就有一个 Plant Harness Zone 的网站，你可以上去看一下你所在区域是在哪个 zone 呢？接着针对这个 zone， 你可以去查适合在什么季节种什么样子的植物。我有找到一个网站，是它可以针对每一个月份，告诉你说你这个区域比较适合种植的作物，你可以从这些列表里面去挑选你现在想要种的植物，或者是你可以开始为未来规划一下，比如说1个月、2个月以后呢，你想要种植什么样的植物？接下来呢，要怎么种呢？你要种在哪里呢？我所谓的哪里不是 location， 是指你要种在盆栽里面吗？还是你要直接种在地里呢？或者是你要有一个高架菜床？这要怎么选择？如果你是超级无敌新手中的新手的话，先种在盆栽里吧。大部分的植物，应该是都可以种在盆栽里面的。盆栽是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当你没有那么确定你家的环境的话，可以先种在盆栽里试看看，就比较有一个弹性。你今天觉得种在这边不错，那你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但是明天你发现好像不太对，光线不够，或是下大雨了，它不能淋太多雨的话，你可以把它移到室内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个位置上的调整。那如果再进阶一点呢，你已经确定了你家这块地就是非常适合种植一些比较固定的植物，你就可以自己搭建一个菜床。因为菜床这个东西一旦建下去以后，你要把它拆掉，你要把它移位的就非常困难嘛。所以我建议是一开始你就规划好
你想要打造什么样的菜床。我之后可以再出一期影片分享一下我们家的菜床是怎么做的。OK， 所以现在你的容器也有了，你选的植物也有了，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安排它的位置。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植物它成熟以后的高度会有多高，它是一个很大棵的植物，还是它只是小小棵的，是比较矮小之类的。因为呢，如果它是很大棵的植物的话，它就会遮挡到它旁边的作物的阳光。像我之前很爱种番茄，但番茄长大了以后就会变得非常大一棵，因为它又需要攀爬，所以它就有点会遮到旁边的植物，就会影响到别的作物的发展。再来还有就是植物就像人一样，他们是有好朋友跟讨厌的人的。比如说番茄就很适合跟9层塔种在一起，但是它就不能跟小黄瓜种在一起，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个交友小圈圈这样。选择植物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注意一下，尽量把它跟自己的朋友种在一起。如果有敌人的话，不要种在隔壁，我就觉得就无所谓了。然后种植植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1米菜床。之前有人他创立了一种方式，去以1米为单位，也就是1 square feet， 在这个1米的空间里面呢，可以种多少植物？就比如说1米的空间可以种1颗番茄，但是可以种4颗莴苣，然后可以种16颗萝卜。那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划分你的菜床。每一种植物它所需要的生长空间可能不太一样，因此你也可以知道说需要育苗的数量。我通常会比我实际要种的量再多预抓一些，因为有可能它出芽率没有很好，或者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夭折了之类的，就是我可以育苗可能会育稍微多一点，然后再从所育苗的这些小苗里面挑生长状况比较好的苗去种植。我通常是用这个 Seed to Spoon 这个 app 去查询每一种植物它的生长高度啊，它喜欢的生长环境，种植它需要注意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就是直接 Google 去搜寻这样子的植物，或者是你买种子的时候，通常它的包装上会稍微讲解一下植物适合什么时候播种，不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下记录，就是你的植物生长的情形。下一期我就想要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去规划今年我的种植，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把植物养好。拜拜。